大家好，比特币这几天在休息，前面全网清算200亿美金以后，最近短线我是看不懂了，或者是等下来跟踪神秘巨鲸又在做空那个比特币，那比特币这个位置还会跌吗？不过大长线的利润，我目前还是在持有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Desca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无合约交易手续费，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蜡烛图，比特币自这一次10月11号左右的大跌，全网是爆仓了近200亿美金。不过短线它其实是有转强的迹象，因为这两根 K 线我们观察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吞噬。那现在价格为什么在下跌，或者是这一个链上鲸鱼的数据，今天照样也不聊了，因为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最近好像是没有什么大动作，比如说一天买个几千枚的比特币，那有可能比特币是否在这个位置盘整已经结束。所以目前的比特币经过前面短期的下跌，历史上一般如果大行情要起来，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刚刚跌完，有可能比特币短期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，会不会先盘整一段时间？干嘛？它要化解上面的套牢筹码。那这个位置前面有跟大家跟踪的，在高点的时候刚下跌的时候，有一只鲸鱼的两个地址，它是做空了近10几亿美金的比特币，然后在下跌的低点是平仓了有 90%。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，也就是前面几天的时候，这一只鲸鱼目前还有就是这一笔比特币空头的头寸，前面几天是接近9000万美金，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两天上涨的时候，它又把总仓位加到接近5亿美金的比特币啊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那既然巨鲸是在加仓这个比特币，或者是我们来聊一下它短线的支撑，我们尽量观察，也就是这一个是多头的吞噬，吞噬中间一半的位置，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收盘能不能给我撑住？那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，主要就是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区间，前面的这个视频有跟大家讲过，这2根到3根 K 线的低点，当时是价格回来，然后这2根到3根 K 线的低点，当时价格回来，所以这一次下跌的时候有2根 K 线的低点，大约是守在11万美元附近。我们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11万美金的比特币，也就是前面这个箱体，这5根 K 线盘整的高点以及这个高点，我们先观察吧，这个位置能不能支撑住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最近机构的动向，或者是短期为什么有可能比特币还是在盘整。我们来跟踪一下，比如说旗舰级的贝莱德的 IBIT， 它不同于之前的6号或者是7号，每天的买盘数量都是接近9亿的买盘数量，然后现在10号、13号最近的买盘数量每天只有7000万或者是6000万。相反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富达的比特币 ETF， 最近好像是有在卖这个比特币哦，有几个机构的 ETF 最近好像是有在卖出，所以短线最近我个人也看不懂啊。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吧，短期最好是这一根 K 线一半的位置能撑住，如果撑不住，那我们就尽量观察这一个10万到11万美金附近，有可能是比特币整个中长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。因为我们再切换到比特币日线的另外一张图表，也就是长达2年到3年，比特币从 15K 底部开始启动的，后面有几次黑天鹅事件，这个位置是那个硅谷银行倒闭，以及后面这边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 插在卖比特币，一天比特币跌了 20%， 然后这个位置是那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失业率不是上升吗，然后触及的那一个萨姆衰退，这个位置也是跌了接近 20%， 以及上一次特朗普的那个关税，然后这一次比特币1011同样也是特朗普的关税，反正这一条整个大长线的牛熊趋势线只要没跌破，我是相信比特币牛市是还在的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